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！今天要為各位來開箱這一支剛發售、剛上市的 VFC 的 T91的瓦斯槍。豪門先生其實在接觸這個瓦斯槍之前，都是接觸5.56的。這樣講大家應該就聽得懂。所以說我其實是沒有看過6mm 的 T91。那我今天就來比較一下我最常見的5.56跟這個 VFC 的精品版的6mm。有什麼差別？那因為其他的性能部分一定會有很多其他的更專業的 YouTuber 來講，所以我來講的部分就是它與5.56原廠的差異在哪裡。打開了以後會有一個袋，裡面裝着這個射擊手部。好，有當過兵的都知道，這個叫射擊手部，是長這樣，是它的使用說明啦，是它的安全操作說明。再來，它送了一個填彈器，原廠配置是一槍配一個彈夾，那我買了2個啦哈。哇，這個重量呢，跟5.56的彈夾就不一樣。5.56要裝滿30發才是這個重量。好，而且這是仿 T91的沒有錯，上面有洞，然後又寫那個存彈量。本尊，噔，盒子做得很漂亮。還有一個這個，把它包起來。哎呀，它用塑膠袋把它包起來啊，很像美軍在登陸那個2戰在做登陸戰的時候，槍是要用塑膠袋包起來。好，首先拿在手裡的感覺，因為我平常拿的都是5.56，真的的差異就是這一支槍呢，重量差不多，但是尾巴比較輕，這邊好像比較輕，長度各方面的比例啊，就是一模一樣，我可以這麼講。我馬上就發現了，這個它的花紋跟5.56是一模一樣了哈，但是它的鬆曠程度不一樣，真的沒有那麼鬆。好，當然這個拉的感覺。真的附近環也是很硬的，沒有這麼軟，那沒關係。那我們再來看原廠配的是塑膠的嘛？這憲兵還是什麼特別的才是配這種金屬的？所以我日後會把它想辦法用別的品牌把它換成塑膠，裡面有阿魯米隔熱板的那一種。好，再來看它這個仿得很真哦。來看一下這個地方，真家伙這裡也有一個，這個是 T91特有的傳動機構，這裡有一個 F 字樣。真家伙的 F 字樣比較凸啦，那這個比較平。好，我們現在來拆看看它跟真家伙是不是一樣的拆法。好，真家伙我們在上靶場之前，可以摸這個地方，看有沒有凸起物。凸起有 F 朝這個地方，表示可以正常射擊。常常打到一半，bang，要開始變拉1打1的時候，就是因為這個 F 被固定成這樣。好，這是解開狀態哦。好，轉180度抽出來。哎呦，這只玩意仿的有點像哦。這個長度銀色的，它應該是鐵的銀色，不是黑色，但無所謂啦，這自己再用把它磨掉就好了。好，這個玩意我覺得幾乎是100%的一模一樣，100%很像，超像的。但是它裡面的氣孔沒有鑽透。真品的話，它裡面會有一個長彈簧、小套管、短彈簧、短套管，它都是沒有，沒關係啦。聊勝於無，這樣子是可以有一個操作的樂趣感就出現了。裝法是差不多的。好，那我們每次打靶完呢，最髒的地方是哪裡？就是這個地方，傳動機構的活塞頭，這裡有一個活塞，這裡叫做氣缸，挖這邊挖了老半天哦，然後這邊會有很多火藥渣，然後這個地方隔熱墊這個護木打開，裡面都是火藥，因為燃氣從這裡就噴出來了，它不會從這邊去噴，它不從這裡噴，它是一支大活塞頂桿當去打那個槍機的。我可以說這個質感是比原廠的那個塑料護木好很多啊。那這個拆的方法跟拆的手感呢，我跟你講是一模一樣，完全一樣。我來看裝的手感是不是一樣？一樣，沒錯，就這個手感都沒有變。好，再來看看這個準心，準心看得到嗎？這個準心呢是跟真的是一模一樣，連顏色都一樣，然後就是這麼細。啊，有些人說，有那麼細嗎？對。真的5.56就這麼細，因為你要打175的時候，這一根的寬度剛好就是1:1人形靶的寬度，你剛好會擋住它，好，所以是這麼細是沒有錯的。接下來我們要來看後張孔或者說罩門了哈，它可以說跟5.56的原廠版是一模一樣，但是唯獨不太一樣的是，這個打遠距離的這個小孔哦，比原廠的還要再大一點點，也就是說原廠的那個小孔呢還要再小一點點。讓它的那個視野再小一點，但是精度稍微高一點。那這個翻過來的手感呢，哇，跟真的一模一樣。然後這個大孔呢，是我們夜間射擊或者近距離戰都在用的大孔。大孔我很少用，所以我想應該是一樣的。好，這個手感是跟真的都一模一樣，那個彈力的感覺哦。接下來是它的槍身表面的處理哈，當然是
還是比較像是6mm系統的啦。那5.56的系統，它的色澤，包括把它的漆啊刮開啊，那個5.56的是不太一樣，摸起來的溫度也不一樣哈。那握把呢？這個握把的角度跟真品好像是一模一樣的感覺哦。再來，我們來感覺一下這個，這跟真槍很像，沒有錯，是可以360度轉的這一種的。好，再來按一下這個，我們想網球拍啦，這個黃力，這個比較弱啊，玩具槍的比較弱一點點。再來翻過來，講到這個卸彈夾，這個扭的感覺跟真的一樣，一模一樣。蓋上防塵蓋哦，這個因為是新的，所以黃力很強。我在用的那一些黃力都比較弱了。OK， 是一樣的感覺，沒有問題。接下來我們要把它拆開了。拆開的時候，我們一樣先拆下後結合銷，再拆前結合銷。我都是這樣教的啦哈，拆的感覺都一樣，差不多。好。可以看到它的擊錘簧，比5.56的還要弱。附近簧也是啊，真的附近簧也沒有那麼軟，但無所謂，反正這是那個嘛 ，BB 槍嘛。那但是視覺效果呢，看進去的感覺是一模一樣，完全一樣，它就是長這個樣，也有這一片，然後它這個 hammer 會跑到很前面啦。那當然這玩具槍就這樣就可以了。好，然後槍機擋板。就是我們講的網球拍啦，真品的話是整塊一個平面啊，這個是這樣凸一塊出來而已，反正機構大致上相像就可以了。這個拿起來就是比較輕啦，真的東西是比較重啊，真的是什麼材質我也不知道，應該也是阿魯米，但是就比這個重。5.56的在拿的時候，我們都是這樣抓住它的時候，手要這樣擋，因為它掉下來。那我來看看它是不是有一樣的感覺，差不多。這個分量終究還是輕了一點，但無所謂。這一支真品比較輕，這一支 BB 槍的反而重了一點，我也不知道為什麼它比較重。真的那一支超級霹靂輕的。那這個重量的話，好像這邊很輕啊，因為它是塑料頭嘛。那真的話，你大概抓這裡的話，它會平衡的，它是一個平衡，你就抓這裡就好了。好，那真的這個玩意會這樣甩來甩去，它會動的，這裡會轉的，但是無所謂，它已經長得90%像啦，我可以這麼講。好。然後看一下裡面的結構，跟真的沒有什麼差異啦。但是它能不能用在真的上面呢？我跟你講是不行的，因為它這個結合銷的固定位置是偏置的哈，有一個 offset， 好像是往這邊偏，所以它只能跟它自己的下槍身結合，跟真的是結合不了的。而且這個比較輕，拿起來這樣就感覺輕輕的，真的沒那麼輕。對，接下來我們把它結合，看看結合的方法是否一樣哦。結合的方法是這樣。這個有個半圓凸耳嘛，這個做的比較小，真品比較大。半圓凸耳從這一層樓下去了以後，這個左右鬆曠比原廠的大，原廠的沒有這個鬆曠。好，然後如果是真品的話，很習慣這樣，甩一下裝進去。OK， 這個比較難推哦，但因為真槍這裡有個倒角，這個自己磨一下就有了。好，裝完以後呢，正確的做法我會希望蓋上防塵蓋，然後這個黃力。真的這個也比較弱，所以它是這樣，輕輕很推，很秀氣就推進去了。而這個要用力推，但無所謂啦，想要擬真就自己改。好，然後這個剛剛有講有 offset 嘛，所以它跟其他機種或者是真的是不相容的，只跟自己相容而已。好，接下來插入前結合銷，這支插進去，插後結合銷，然後正確做法是拉槍機，擊發再擊發，好，沒有問題。好，再來我們講一下它擊發時候的那個扳機感覺哦，扳機黃力是不是一樣？我感覺一下哈，一樣。再一次，差不多。但是那個因為擊錘簧比較弱的關係，那個啪那個聲音比較沒那麼清脆。那我們介紹一下彈夾，在外觀上如果多了很多磨損，就會非常像真的了哈。好。它這裡有一個無彈後定解除鈕，也就是說無彈不後定，你可以灌着瓦斯打空槍，可以練扳機，還有回扳機哈。好，現在我們把它裝上去，這個重量大概是裝20顆實彈的重量。那原廠的這個空彈夾是很輕的，是一個薄鐵殼，非常輕，超級輕的，100個你也不覺得很重。好，那但是這個有點重了，大概裝20顆子彈的感覺是長這樣。好，來插進去看看手感一不一樣。好緊啊！
我可以跟你講，我用過的都是鬆掉的。再一次，緊緊的。OK， 它已經後定了哈，後定了，大概這個位置，送上槍機，來我們打看看咯。回扳機，有這個回扳機的感覺。下一發，有後坐力哦，不錯。好，關保險。這個後坐力的感覺哈，當然是比較小啦，但是已經聊勝於無了哈，我感受一下。開保險，忘記開了。我可以跟各位很拍胸脯的說，這個有原廠的後坐力的50%，差不多一半，也很夠玩的哈，就是這個感覺。好，那接下来我們要開一下，在我的人生中還沒有用556打過3連發，我們開個3連發打看看哦。等一下，這就是3連發。好，接下來我們來開個 Auto， 全自動，這樣看看它打起來怎麼樣。總體而言，從一個每天拿556的人來看這一支哦，我會給他很好的評價，因為它真的各方面都還蠻像的哦。那像，而且它又不能被隨意的亂改造，所以我覺得它是很好的設計哦。質感上呢，因為它是新的哦，所以我會趕快把它弄得舊舊的，就像我平常在用的那個玩意兒一樣。好，至於這個防火帽啊什麼也都很真哦，因為這個防火帽必須鎖一個偏斜一個角度，它也有做到。哦，所以細節上是很不錯了哦。防火帽上會有一個小刻痕，這裡沒有仿到，一個小刻痕代表正朝上。你正朝上的時候，它的噴火口會朝右上方。好，那基本上它的整個質感都已經非常棒了，握持的感覺也是幾乎是一模一樣，沒有問題。各方面的尺寸呢，我覺得也都沒有問題。還有這個，你就把它當成是裝了20顆的實彈，插久了以後就是這個感覺。好，這就是赫曼先生今天對這一把 VFC 啊，可以說是精品級的台灣國軍的 T91好的開箱，而且跟5.56原廠真家伙的比較。好，謝謝各位。如果喜歡我的頻道，歡迎按訂閱、開啟小鈴鐺，還有按分享。謝謝各位。